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午夜的西门町依旧喧嚣，但喧嚣中透着一种让人不安的冷清。霓虹灯闪烁着微弱的光，偶尔还有灯管发出滋滋的声响，像是在低语。街道上行人稀少，只有几个夜归的人匆匆经过，生怕多待一秒会被什么东西盯上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主角阿成是一个喜欢探索灵异传说的都市探险博主，他今天特地从家中赶到西门町，手里拿着一张神秘的信笺。信是几天前通过他的视频留言收到的，上面写着：你的视频很有意思，但你敢来西门町这栋大楼吗？这里有个传说，没人能从第13楼活着回来。信的最后署名是一个早已失踪的博主名字阿豪。阿成认得这个名字，几年前阿豪是灵异圈小有名气的探险者，但突然有一天，他在发布了一条关于鬼电梯的预告后就彻底消失了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只留下这段传说和一堆未解的谜团。阿成心中燃起了强烈的好奇心，作为一个追求刺激和点击量的探险博主，他怎么可能放过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？他查到了信中提到的大楼地址，一栋位于电影街尽头的老旧建筑。来到大楼前，阿成抬头看了看，大楼的外墙布满了斑驳的裂痕，像是一张被岁月侵蚀的老脸。入口处挂着一块摇摇欲坠的牌子，上面写着 XX 大楼。楼下的店面早已关闭，只有一盏昏暗的灯泡在风中摇晃，光影如同鬼火般跳动。阿成掏出手机，打开摄像头开始录制。他一边拍摄一边说道：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成的探险频道。今天我要带大家探访西门町传说中的鬼电梯。传说这里的电梯会在午夜时分带人到不存在的第13楼，而进去的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我们今天就来揭开这个谜团。他的语气虽然轻松，但眼神中还是透露出一丝紧张。他推开沉重的大门，门轴发出刺耳的吱呀声，仿佛在警告他不要进去。大楼内部一片昏暗，只有几盏破旧的灯泡在头顶摇曳，墙壁上贴着几张早已泛黄的电影海报，隐约还能看出几部老电影的名字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和陈旧的胶片味，让人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。阿成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，每一步都像是在敲打着人心。他走到电梯前，按下按钮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里面空无一人，但地板上却有几道模糊的鞋印，像是刚有人进去过。他举起手机对准电梯拍摄，大家看，这电梯看起来很普通，但传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我们现在进去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阿成深吸了一口气，走进电梯。他注意到电梯的按钮面板上布满灰尘，唯独13号按钮干干净净，仿佛每天都有人按下它。他的手指悬在按钮上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咬牙按了下去。电梯开始缓缓上升，发出低沉的轰鸣声，每经过一层，指示灯都会闪烁一下。但阿成总觉得这些灯光的闪烁有些奇怪，像是某种暗示。到了第10楼时，电梯突然停顿了一下，随后继续上升。这一停顿让阿成的心猛地提了起来。他对着镜头自嘲道：看来电梯也有点年纪了，别担心，这只是机械故障。话音未落，电梯猛地一震，停了下来。指示灯显示着13，但这一层根本不应该存在。电梯门缓缓打开，外面是一片昏暗的走廊，尽头似乎有微弱的光在闪烁。阿成屏住呼吸，举着手机走了出去。各位，欢迎来到第13楼，他说，声音却不自觉地颤抖了。阿成小心翼翼地走出电梯，脚步声在寂静的走廊中回荡，仿佛每一步都在惊动什么。他转动手机摄像头，将四周的景象录下来。走廊的墙壁斑驳，油漆剥落的像一层层脱落的皮肤，墙上挂着几张泛黄的电影海报，海报上的演员表情僵硬，眼神似乎正直勾勾地盯着他。走廊尽头有一盏昏暗的灯光在闪烁，像是召唤着他过去。阿成低声自语，这地方感觉像被遗弃了几10年，但又好像一直有人在这里。他的语气中透着一丝不安，但为了视频效果，他故作镇定，
他沿着走廊缓缓前行，路过一扇半掩着的房门时，听到里面传来细微的声响，像是脚步拖动地板的声音。他停下脚步，手中的手机微微颤抖。大家听到了吗？阿成对着镜头低声说道，好像有人在里面。他鼓起勇气推开房门，发现里面是一间废弃的办公室，地上散落着老旧的文件，桌上的台灯歪倒着，灯泡早已碎裂。他用手机扫视了一圈，突然注意到墙角有一张发黄的纸，走近一看，纸上似乎是一张电影票，上面印着第13楼特别放映的字样，日期却是几十年前的。更诡异的是，票的背面写着一行字，你也来看电影了吗？阿成感到一阵寒意从背后爬上来，他转头看向门外，走廊依旧空无一人，但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莫名的压迫感。他把电影票放进口袋，继续向走廊尽头的灯光走去。走廊尽头的灯光来自一扇虚掩的门，门上写着放映室。阿成推开门，发现里面是一间废弃的电影院，座椅破旧，布满灰尘，但让他毛骨悚然的是，几排座椅上隐约坐着模糊的身影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再仔细看时，那些身影已经消失了。幻觉，阿成低声说道，但心中不由得发毛。电影院前方的银幕上挂着一块破旧的幕布，幕布中央有一个斑驳的黑色印记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烧过。他走到第一排座位，发现地上有一卷老式的电影胶片。他捡起胶片，发现上面没有任何画面，只有一片漆黑。他心中疑惑，正要离开时，电影院的灯突然闪了一下，随即熄灭。砰！一声巨响传来，门自动关上了。阿成猛地转头，发现荧幕亮了起来，画面模糊，似乎是某种老旧的影片在播放。画面中是一条与他刚刚走过的走廊一模一样的场景，镜头慢慢移动，最终停在一个熟悉的背影上。阿成愣住了，画面中的人正是他自己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后退了一步，心跳如擂鼓，双手紧握着手机，汗水从额头滑落。荧幕上的画面继续播放，影片中的他推开了一扇门，走进了电影院，坐在了第一排座位上。就在此时，阿成突然听到背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有人。他急忙转头，却只看到空荡荡的座椅。突然间，一股冷风从他背后吹过，他感到肩膀被轻轻拍了一下。阿成僵住了，全身汗毛直竖。他慢慢的转头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银幕上的画面突然停止，屏幕变成了一片漆黑，只有一行血红的大字缓缓浮现，欢迎加入第13楼的观众。电影院内陷入了一片死寂，银幕上的血红大字逐渐消失，房间重新归于黑暗。阿成的呼吸变得急促，他举起手机，发现屏幕上显示的画面异常模糊，像是被某种干扰覆盖。他尝试用手机灯光照亮四周，却发现灯光似乎被什么无形的力量吞噬，只能勉强照亮一小片区域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阿成低声自语，声音在空旷的电影院内回荡。他转身想要离开，却发现刚刚的入口已经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堵斑驳的墙壁。阿成努力镇定下来，对着镜头说道，各位，现在的情况有点诡异，入口消失了，但我会继续寻找出口，大家别担心。尽管他努力表现得冷静，声音中却难掩颤抖。就在此时，身后传来一阵窸窣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椅子间移动。阿成猛地转身，却只看到空荡荡的座椅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壮着胆子走向声音传来的方向。每走一步，地板都会发出轻微的吱嘎声，仿佛在抗议他的存在。他走到电影院的最后一排，发现座椅上放着一本发黄的笔记本，封面上写着放映记录。阿成小心翼翼地翻开，第一页上是手写的文字，第13楼的放映是为特殊观众准备的，他们都是被困在这里的人。阿成的手微微颤抖，继续翻看，笔记本的内容变得越来越诡异，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一场放映的时间和观众的名字，但名字后面却标注着未归二字。翻到最后一页时，他看到了一行新添的字迹：2025年1月16日，观众阿成。怎么可能？阿成喃喃道，额头上渗出冷汗。他将笔记本丢到一边，转身想要离开，但这时
他发现座椅上坐满了人，那些人安静地坐在座位上，每个人都穿着破旧的衣服，脸色惨白，眼神空洞。他们齐刷刷地盯着荧幕，仿佛没有注意到阿成的存在。阿成屏住呼吸，强忍着恐惧后退一步，却不小心踩到了一块松动的地板，发出咔嚓一声，声音惊动了那些观众。他们缓缓地转过头，空洞的眼神齐刷刷地落在阿成身上。阿成感觉自己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，他下意识地转身跑向银幕前方，试图寻找另一条出路。银幕突然再次亮起，画面中出现了一扇门，门后透着刺眼的光。阿成认出那是电影院的紧急出口，他立刻朝画面中的方向跑去。途中，他感觉到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仿佛那些观众正追赶着他。他拼命跑到出口前，用力推开门，刺眼的光芒一瞬间淹没了他的视线。他跌跌撞撞地冲了出去。阿成呆立在电梯门口，双腿如同灌了铅般无法移动。他的目光死死盯着走廊尽头的那个人影，那人不仅外貌与他一模一样，连举止和神情也如出一辙。更诡异的是，那另一个自己正拿着一部手机对着他拍摄。这怎么可能？阿成的声音几乎沙哑，他的手本能地摸向口袋，手机还在，手心却满是冷汗。走廊尽头的另一个阿成缓缓向他走来，步伐轻盈，却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，每一步都像是在敲打着阿成的神经。另一个阿成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声音低沉而冰冷：你不是想揭开第13楼的秘密吗？现在你就是秘密的一部分了。阿成猛地后退一步，险些摔倒。他的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，是幻觉，是恶作剧，还是真的遇到了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低声说道：不管你是谁，我不会留在这里。他猛地转身冲向电梯按钮，疯狂地按下关门键。然而电梯门纹丝不动，仿佛被某种力量锁死了。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阿成几乎能感觉到那股冰冷的气息贴上了他的后背。别跑了，你跑不掉的。那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仿佛就在他的脑海中回荡。阿成不敢回头，他猛地冲出电梯，朝着走廊另一端的楼梯口跑去。楼梯间的铁门半掩着，他一把推开，急匆匆地向下跑。楼梯间昏暗而狭窄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。他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喘息声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，显得格外刺耳。跑了几层后，他突然发现楼梯间的编号完全错乱了，明明向下跑，却从13楼到了15楼，再到14楼，然后又回到了13楼。无论他怎么跑，始终无法离开这个循环的楼层。这不可能。阿成停下脚步，双手撑着膝盖，喘着粗气。他抬头看向墙上的楼层编号13，这个数字仿佛在嘲笑他的无助。就在此时，楼梯间的灯突然熄灭了，整个空间陷入一片漆黑。阿成的心脏几乎停跳，他颤抖着掏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功能，微弱的光芒照亮了前方。但他发现楼梯间的墙壁上出现了一行行血红的字迹：你是下一个观众，你无法逃离，欢迎加入第13楼。这些字迹仿佛是从墙壁中渗出来的，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密集。阿成惊恐的后退，脚下一滑，重重地摔倒在地。他的手机飞了出去，滚落在一旁，屏幕正对着他。屏幕中，他看到了自己的脸，但那张脸并不是他现在的表情，而是另一个阿成的冷笑。屏幕里的他缓缓开口说道：别挣扎了，这里是属于你的新家。阿成的身体僵硬地站在楼梯间，背后传来的笑声让他如坠冰窟。他转头望向电梯，另一个阿成站在门口，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，手里举着手机，镜头正对着他。别害怕，这一切只是开始。那声音低沉而沙哑，仿佛直接穿透了阿成的耳膜。阿成感到一阵眩晕，他强迫自己冷静，紧握着手机朝电梯走去。他的直觉告诉他，必须面对另一个自己，才能找到真相。他走到电梯前，强忍着内心的恐惧，质问道：你到底是谁？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另一个阿成咧嘴一笑：
我是你，也不是你，我只是这里的一个投影，而你是新的主角。主角。阿成皱起眉头，脑中一片混乱。另一个阿成指了指电梯内，示意他进去。你不想知道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吗？为什么这栋楼从来没有人能离开？进去吧，影片的最后一幕正等着你。阿成迟疑了一瞬，但还是鼓起勇气迈进了电梯。他的脚刚踏进去，电梯门便砰的一声关上，整个空间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安静。电梯没有上下移动，反而变得像一间狭小的放映室，四面墙壁逐渐变成了银幕，银幕亮起，画面中播放的是阿成进入这栋大楼后的全过程，从他走进电梯，到探索走廊，再到发现电影院的那一幕，一切都被清晰地记录了下来。然而，画面中出现了许多他从未见过的东西，比如在他进入电梯前，门外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，那身影正冷冷地注视着他。比如在走廊尽头，他身后的影子并不是一个，而是两个。阿成盯着画面，感到头皮发麻。这是什么？荧幕上突然切换到一张照片，照片中是一群年轻人站在电影院门口，他们的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，手中举着一张张电影票。阿成注意到，这些人中有几张脸似乎很熟悉，像是他之前在网上看过的都市探险博主。照片的角落写着一行字：特别放映，第13楼的秘密。画面再次切换，这次是一间灯光昏暗的放映室，座椅上坐满了观众。阿成认出了那些观众，正是照片中的人，他们一个个脸色苍白，双眼无神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抽走了灵魂。这些人都出不去了。阿成喃喃道，脑中逐渐拼凑出真相。银幕上的画面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巨大的电影票，上面写着主角阿成，上映时间永恒。电梯内的灯光突然熄灭，阿成感到一阵剧烈的晕眩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正坐在电影院的第一排，手中握着那张泛黄的电影票。四周的座椅上坐满了那些熟悉的观众，他们齐刷刷地看向银幕，嘴角挂着诡异的笑容。阿成试图站起来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无法动弹，仿佛被什么无形的力量固定在座位上。他的手机突然亮了起来，屏幕上出现了一行文字：欢迎加入第13楼的放映，准备好了吗？银幕亮起，画面中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，是另一个阿成。他站在镜头前，笑容中带着一丝冷意。欢迎各位观众收看今天的特别放映，主角阿成已经就位，请欣赏他的故事。阿成看着荧幕上的自己，脑中一片空白。他终于明白了，这栋楼不是普通的建筑，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灵异循环。每一个进入这里的人都会成为影片的一部分，而他只是最新的主角。就在这时，荧幕上的另一个阿成抬起头，目光仿佛穿透了屏幕，直直地盯着他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阿成，现在你是第13楼的守护者了。电影院的灯光突然熄灭，整个空间陷入了一片黑暗。阿成的尖叫声在黑暗中回荡，但很快就被无尽的激情吞没。几天后，一个新的都市探险博主站在西门町的街头，对着镜头兴奋地说道：今天我们要探访一个传说中的鬼电梯。据说这栋楼有个第13楼，没人知道它的真相。他的话音刚落，镜头中隐约出现了一栋破旧的大楼，电梯的门缓缓打开，仿佛在等待着新一轮的轮回开始。